沈家所刀犯罪行，罪证确凿。镇国公府满门53克，验明正身，国法处置。呸！亏我以前还把沈家当忠臣，我儿子还想投沈家军呢，幸亏没去。可不是嘛！听说把边防图都卖给北蛮了，边境那些百姓的命不是命啊！呸！镇国公府守了北境3代，3代忠良啊，到头来全是假的。我那小儿就是沈家军的兵，上月死在北境，说不定就是被他们沈家害死的。沈烨年纪轻轻封少将军，原来全是拿大圣兵士的命换来的功劳。韩征才是真有本事的，可惜一直被他压着。沈家倒了，韩将军才能出头，韩将军才是我大圣的栋梁。我沈家没有叛国，我父亲镇守北京30年，我兄长死在雁门关。沈家上下哪个不是为大圣流过血？哪个身上没有刀疤剑疮？我们绝不会投敌。还嘴硬！你兄长的伤是伤，百姓的伤就不是伤。韩征，为什么？你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交情，我替你挡过刀，你忘了？雁门关外那一刀差点砍断我脊骨。你说这辈子欠我一条命，来生做牛做马也要还。你说话呀，韩征！你连看我一眼都不敢了吗？阿燕，成王败寇，认了吧。秦瑶，你告诉他们我没有通敌，你知道的。上个月在你面前我说过，边防图关系北京千万百姓，我沈烨就是死也不会交出去。你说你信我的？你说过的。事到如今，你还要狡辩吗？你说什么？那是我娘的遗物。你从哪里拿到的？你应该问的是，这里面的边防图和通敌密信是谁放进去的？我没有。那玉符我自有天身佩戴，从未离身。别听他狡辩，沈家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从未离身。那3日前黑风岭，你亲手把它交给了谁？韩征，是你，从头到尾都是你，是你设的局，是你一步步把我推到今天。这便是物证，边防图、通敌信皆出自此玉符暗格。沈世子，证据确凿，你有什么可说的？刘清瑶，连你也要害我！我与你定亲3年，你逼了我日夜守在刘府门外。你父亲去世，是我替你料理后事。3年情分，你竟……不是我要与你为难，是证据确凿。我只是将所知之事如实呈报罢了。带下去。阿健，我来送你一程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你知道我问的是什么？为什么要害沈家？为什么要害我？我父亲收养你的时候，你才7岁，瘦得皮包骨肉，连话都说不清楚。沈家养了你15年。你知道我最恨你什么吗？你父亲收养我，你替我请功，你把我当兄弟。府里下人都说韩将军命好，遇上了沈家。你听听，我所有的本事，所有的功劳，在别人嘴里全成了沈家的赏赐。我从没这么想过，可你越对我好，我越觉得自己像条摇尾乞怜的狗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你一出生就是镇国公世子？凭什么我拼了命才拿到的东西，你随手就能给我？凭什么我打了胜仗，别人说不愧是沈家养出来的？我韩征自己打的仗，跟你们沈家有什么关系？所以你就害我沈家满门？不是你们沈家挡了我的路，沈家一倒，北境军权就是我的。等北蛮铁骑南下，京城大乱，我便可趁势起兵。到那时，我韩征才是真正的人上人，不再是沈家养的一条狗。你投了北蛮？不是投，是合作。重新认识一下，北蛮3公主赵云。北蛮公主，所以从一开始就全是假的，定亲是假的，情谊是假的，全都是假的。我对你说过的那些话，有一半是真的。比如，这是真我说你是个好人，好人最好骗。你们什么时候勾结在一起的？3年前，我来大圣的第1天，就看出了韩将军眼里的野心。一个有野心却没根基的人，是最好用的棋子。
棋子，别再措辞，韩将军，我们各取所需，不是吗？你要沈家的权，我要大圣的土，很公平。那枚玉符，韩征让山匪所有玉符你亲手交了出来，然后我们把边防图和密信塞进暗格，重新封好。整个过程，你都在替我们数钱。你装的可真像。3年，1000多个日夜，没有一次露出破绽。因为我本就是个好戏子，沈燕，你输得不远，你什么都好，就是太信人了。信韩征这个义兄，信我这个未婚妻，你把自己的软肋全晾在外面，就别怪别人往上面捅刀子。燕儿，沈家男儿，死也要站着死。你是我沈烈的儿子，别在这些人面前掉眼泪。记住一句话就够了：沈家问心无愧。哥哥，别怕，我会好好的。有宁，若有来生，我定要你们血债血偿！世子，世子，不好了！没有血污，我没事，一点事都没有。现在是什么时候？世子，4时刚过。哪一天？我问你，今天是哪一天？10月18。10月18，韩征被劫的日子，一切开始的日子。世子，韩将军在黑风岭被山匪劫走了。那山匪放话说不要黄金，不要粮草，只要您贴身佩戴的玄文玉符。我知道了。韩将军被劫了，那可是北境的功臣啊！黑风岭那些山匪凶得很，迟一刻怕是都危险。沈世子，韩将军可是你义兄，你快救人啊！黑风岭山匪凶残得很，听说去年劫了一批粮草，还杀了几10个官兵。迟一刻，韩将军怕是都没命了。沈世子，韩将军可是你义兄，你快救人啊！你们沈家不是最重情义的吗？不就是一枚玉符吗？难道还能比韩将军的命重要？沈世子不会舍不得吧？我说的也是实话。是啊是啊，世子您就快交出来吧，人命关天呐！山匪不要钱，只要贴身玉符，这事儿听着怎么这么怪？莫非那是世子不会真和北边有什么牵扯吧？说不定那玉符就是信我。放肆！世子，谁敢污蔑世子？韩征是我义兄，我自然要救。只是此玉符乃王母遗物，里面封着嘉靖亲手抄写的护身经文，我需回府取出经文，再取出经文掩盖的，再亲自送去黑风关。原来是王母遗物，那确实不能随便给人。沈世子孝心可嘉，先取经文，再救义兄，两全其美。那世子快回去取经文吧，别耽误了时辰。盯住刚才第一个开口的，他是韩征的人。世子怎么知道？照做便是。传秦烈。世子，秦烈，从现在开始，府中内院封锁，没有我的手令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封锁内院，世子，这是为照做便是。第一，派人盯住柳家，尤其是柳青阳，他每日见了什么人，去了什么地方，说了什么话，全部记下来。柳小姐，世子，柳小姐是您的未婚妻。第二，查黑风岭近3日所有出入之人，凡有北蛮口音者，全部记下名字和行踪。第三，调20名死士绕去黑风岭后山，不救韩征，只盯交接之人，记下每一张脸。第四，找工匠仿制一枚玄文玉符，天黑之前我要见到成品，越像越好，最好是连我自己都分不出来。
世子，您这是怀疑韩将军？不是怀疑，是确定。可是韩将军他是您的义兄，您从战场上把他背回来的，当年那一刀差点砍断您的脊骨。我知道他是谁。韩征没有被绑，他在等我送命。世子，您是不是知道了什么？秦烈，你跟了我多少年？10年。世子，从您12岁起，属下就跟在您身边。这10年里，我有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？从未有过。世子对属下恩重如山，当年若不是世子从乱军中把属下拖出来，属下早就埋在北境黄沙里了。那你信不信我？属下这条命是世子救的，世子说什么，属下就做什么。就算世子要属下去杀韩将，现在不杀。那世子要做什么？我要他亲手把自己送到断头台上，我要他跪在天下人面前承认自己的罪，一刀杀了他，太便宜了。沈燕那个蠢货，现在应该已经急疯了吧？放心，沈燕最重情义，只要听见你出事，她一定会交出玉符。我观察她3年了，她这种人，把情义看得比命还重，最好对付。你确定他不会起疑？起什么疑？你可是他最信任的义兄，他要是会起疑，这3年里有无数次机会，但一次都没有，因为他打心底里信你。等边防图到手，镇国公府没有翻身之日。北蛮王庭已经备兵，只等沈家倒台，北境军心一乱，我军便可南下。我父王说了，事成之后，北境归你。北境王，好，这个位置配得上我。恭喜韩将军，不对，恭喜未来的北境王。世子，让我杀了这2个畜生！现在杀了他们，太便宜了。我要他们身败名裂，我要他们亲眼看着自己布下的局变成自己的坟。可是，金莲，杀一个人很容易，让他活着后悔才叫报仇。不错，待会儿你就当着满城百姓的面把玉符交出去，记住，要慌，要乱，要让所有人都看出你心虚。小人明白。如果有人问你话，你怎么应对？这我不敢回答，越慌张越好。很好，把这个给山匪。事成之后，小人知道，小人的家人都在韩将军手里，不敢不尽心。真正的沈燕若是不来，你就替他来。无论如何，今日这枚玉符都必须从沈燕手中送出去，满城百姓必须亲眼看着，是他沈燕亲手交出了屯底的证据。你的人可靠吗？此事事成之后会自行了断，不会留活口。你呢？那个假世子可靠吗？他的妻儿都在我手里，不可靠也得可靠。世子，现在怎么办？把假玉符送过去。送过去？您的意思是？他们想演戏，我就陪他们演。只不过这一世，戏台我来搭，结局我来写。怎么搭？他们不是要百姓亲眼看着沈燕交玉符吗？好，我给他们一个沈燕，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台上唱戏的人已经换了。来了，沈世子来了！
玉符呢？先放我义兄！你没资格讨价还价，要么交玉符，要么等着给韩将军收尸，选一个。你们选！沈世子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好像做贼心虚似的。他是不是心里有鬼啊？你看他的手在抖。这玉符里不会真藏着什么东西吧？山匪要什么不好，偏偏要贴身玉符。你看他慌了，肯定有问题。手抖成，你看他慌了，肯定有问题。沈家不会真通敌吧？这么多年忠良之名，难道都是装的？世子，这些人分明是在毁您名声。那个假货连您的3分神韵都没有，这些人居然也信。让他们毁，毁得越狠，反噬越疼。你知道捕兽夹怎么用吗？要先让猎物觉得安全，他才会放松警惕，走进陷阱。他们现在越是卖力演戏，待会儿脸上的巴掌痕就越深。慢着！是柳小姐，沈世子未婚妻来了。柳小姐来替沈世子解围的吗？沈烟，你告诉我，那玉符里到底有没有东西？青玉，你别问了。为什么别问？你为什么不敢看我？难道外面的传言是真的？你真的与北蛮有私通？你看着我说话！你说，你看着我说话！我们定亲3年，你连一句实话都不敢给我吗？你看，他连未婚妻都不敢面对。柳小姐都亲自问了，这事还能有假？她可是最了解沈世子的人。镇国公府竟然真出了叛徒，3代忠良毁于一旦。演得不错，可惜他不该亲自下场，太急了。太急了！一个真正担心未婚夫的闺秀，会私下劝，会悄悄问，绝不会当街逼问。他不是在担心我，他在回我。他怕百姓不够信，所以亲自出场加一把火。所以他从一开始就知道那玉符有问题。他当然知道，那玉符本来就是他准备的。怎么回事？谁的人？沈世子？那刚才那个是谁？2个沈世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2个沈世子，刚才那个沈世子是假的，一直在这里看着，真的沈世子一直在这里看着。那他刚才顶走是怎么？他一直在上面看着。沈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有人假扮你？这话该我问你。柳小姐为何一眼认定一个假货就是我？你与我定亲3年，连真假都分不清。我当时心急，没仔细看。没仔细看？你刚才对着这个假货当众逼问通敌之事，你问都不问他是真是假，就直接认定了他是我。柳小姐，你的心急未免也太刻薄。那是因为……因为什么？又为何一开口就问通敌之事？难道你早就知道这玉符里该有什么？柳小姐好像早就死定了。对呀，柳小姐怎么一来就问通敌的事儿？好像早就知道玉符有问题似的。那都没问山匪为什么只要玉符？难道柳小姐也？柳青山，沈烟，我只是担心你，外面传言纷纷，我怕你一时糊涂。你我定亲3年，我担心你，难道有错吗？
我今日来是怕你被人害了。是吗？既然柳小姐这么关心我，不如当众看看这玉符里到底藏了什么。真有东西！难道沈家真通敌？我就说山匪不会无缘无故要一枚玉符。沈燕，这里面是什么？你告诉我这里面是什么？韩正与北蛮三公主赵运私通，欲借黑风岭假劫一事陷害镇国公府，假世子小山匪，暗桩名单如下：刘二狗接城东五府伙计，王麻子西接铁匠铺。这人刚才一直在带头骂沈世子，说什么沈家是叛徒。那个也是，他就是那个说什么沈家拿军师的命换功劳的人。原来都是安排好的，这些人都是收了钱的。收了钱？韩真竟然是长辈姐。他可是沈家养大的呀，从小养到大15年。还有北蛮公主，柳青瑶跟北蛮公主有什么关系？北蛮公主，柳青瑶。柳小姐，你刚才不是问我是否通敌吗？现在轮到我问你了，你一个京城闺秀，为何会知道北蛮设局之事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那你为什么来？你怎么知道今天这里会出事？我是听街上人说的。听谁说的？叫什么名字？长什么样？我让人去找来对质。我记不清了，是个路人。一个路人随口一说，柳小姐就急急忙忙赶来，当众逼问未婚夫。柳小姐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清醒？沈燕，你怀疑我？我与你定亲3年，在你眼里，我就是这种人。我3年前大病一场，是谁日夜守在刘府门外，大雪天都不肯走？我父亲去世时，是谁替我料理后事，扶着灵柩走了3里路？沈燕，这些你都忘了吗？听说当年沈世子为了求娶柳小姐，在刘府门口站了3天3过去，冻得差点京城都知道这件事儿。这么深的感情，怎么会害他？会不会真是误会？3年情分，会不会是误会？是不是查了便知？秦烈，将这些假山匪、假世子和暗桩全送去京兆府严加审问。是。既然沈世子不信我，那青瑶无话可说。你我3年情分，今日怕是要断了。世子，就这么放他走？他刚才差点就露馅了，再逼一步，说不定放他不走，怎么带我们找到韩征？世子是说，派人跟着他，不要跟太近，他身边有高手。还有，去查柳家3年前小姐坠崖的地点，我要知道真正的柳青羽埋在哪里。世子是说，真的柳小姐已经3年前就死了，现在这个是披着人皮的狼。韩将军回来了！韩将军回来了！韩将军被救回来了！韩将军，您还活着！陛下，臣有罪，臣对不起大圣，对不起陛下。韩将军有什么罪？他不是被山匪劫了吗？听说差点死在山上，怎么反倒说自己有罪？有什么罪？臣被山匪所劫，本以为只是普通匪患，可臣万万没想到幕后之人竟是沈燕。沈世子。可是今天早上沈世子明明揭穿了一个假的，他竟还敢反咬！明明是他自己设的局，反倒说世子要灭他的口，这个畜生！走，进宫。
世子，您就正去，万一陛下信了他，他演得太像了，又是磕头又是流血，朝臣们最吃这一套。陛下不会信他，因为他的证据是我让他拿到的。什么？那块布帛上的密语是我让人写好了放在山匪身上的。他以为自己找到了证据，其实每一步都在按我的剧本走。韩征最大的弱点，他太自负了，自负到从不会怀疑自己拿到的证据。陛下，臣与沈宴情同手足，可他为了掩盖通敌罪证，竟派人假扮山匪劫杀臣。若非臣拼死逃回，只怕大胜兵防危矣。陛下，臣的副将可以作证，他是跟臣一起逃回来的。证据何在？这是臣从山匪身上抢来的，上面记着沈宴与北蛮往来的密语。雁门守军有时换防，可趁虚而入。这是沈宴的笔记，臣认得他的字。沈宴呢？镇国公世子沈宴求见。臣沈宴参见陛下。沈宴，韩征告你通敌害兄，你可认罪？臣不认。沈宴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要装？你我兄弟多年，我没想到你竟如此狠毒。我韩征哪里对不起你？你说，我在北境替你挡过多少剑？你受伤时是谁背你走了30里山路？你现在要杀我灭口？兄弟，韩征，你也配提兄弟2个字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也配？沈宴，我知道你看不起我，我出身寒微，若非镇国公府收养，根本走不到今日。可这不是你逼我替你顶罪的理由。陛下，沈家对臣有恩，臣本不愿说，带到坟墓里去，可宁愿把这些事烂在肚子里，思恩在后。臣不能眼睁睁看着边防屠落入北蛮之手啊！臣今日揭发沈宴，心里如刀割一般。但臣是大圣的将军，臣要对得起这身官袍，对得起陛下对臣的信任。韩将军大义灭亲，倒也难得，亲手揭发恩人之子，这得多大的决心！是啊，你看他额头都磕出血了，若不是真情实意，怎会如此？沈家若真有问题，韩征此举便是忠义两难全啊！他选的忠是大的。陛下，臣这几日在山匪窝里都在想，到底该不该说？你便是恩人，你便是大圣，臣吃不下去了，头发都白了好几根。说完了，陛下，臣也有证据。昨日长街假扮臣之人已经招了，他叫赵六，是韩征麾下亲兵，3年前被韩征从刘军营里挑出来，以死士之规养在城外青石庄上，庄上有暗室3间，养着12名死士。你胡说！什么青石庄？我从未听说过。陛下可以派人去查，现在就去。若臣所言有虚，臣愿当场领罪。那些假山匪也是韩征3年前私养的死士。至于混在人群里带头污蔑臣的暗桩，张阿四、刘二狗、王麻子，皆与韩府管家有银钱往来。这是韩府账册，上面记着每人领银50两，日期是3天前。请陛下过目。你怎么会有韩府的账册？你猜？你派人搜我府，沈宴，你竟敢！你派人假扮我当街毁我名声，我还不能搜你的底？韩征，你的账册记得太清楚了，连给暗桩的银两数目都一笔一笔记着。下次做这种事，记得用现银。陛下饶命！小人都是受韩将军指使。你住口！我根本不认识你，你是沈宴找来污蔑我的。韩将军，你不能翻脸不认人啊！赵六啊，
是您让小人假扮沈世子，当众交出玉符，再故意露出心虚模样，引百姓怀疑沈家。您说事成之后，给小人黄金100两，送小人全家离开京城，小人的妻儿还在您手里。你血口喷人，你有什么证据？小人有您的亲笔信，上面有您的笔迹和私印。事成之后，黄金100两送你出京，若有闪失，你妻儿性命不保。韩正，这字迹和私印，要请内侍监来比对吗？这就急了，真正的好戏还没开始。陛下，臣请召柳家小姐柳清源入殿。陛下，此事与柳小姐无关，她一个闺阁女子。韩征，朕还没说话，你急什么？传柳青音。臣女柳清渊参见陛下。沈燕说你与此案有关，你可认？臣女不知，臣女昨日去长街，只是担忧沈世子，若因此惹了误会，臣女愿受责罚。陛下，臣女与沈燕定亲3年，对她一心一意，从未有过二心。满京城都知道，臣女当年病重，是沈世子日夜守在门外才捡回一条命，臣女怎会害她？陛下，柳小姐一向端庄贤淑，去年还捐了嫁妆银子赈灾，满京城交口称赞，怕是有误会。柳清渊，你可还记得3日前你送我的香囊？自然记得，那是我亲手绣的，绣了整整1个月，每一针都是心意。里面放了安神的药材，你近日劳累，我想让你睡得好些。里面的安神香很好，好到我府中军犬闻了，当场昏睡2个时辰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有人动了手脚？沈燕，你不会怀疑我吧？我送你香囊是关心你，难道关心也有错吗？你给我下迷香，是想让我错过什么？韩征假节，还是错过贾沈燕交玉？沈燕，你我多年情分，你为何如此逼我？那香囊我绣了整整1个月，扎了多少次手指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拿它来污蔑我！你若不信我，直说便是，何必绕这么大一个圈子？因为我想看看北蛮公主的眼泪能骗大圣的朝臣多久。北蛮公主，柳青鸾是北蛮人，这怎么可能？沈世子疯了吗？这种话也敢说？沈燕，你可知自己在说什么？臣知道，臣愿以沈家满门性命担保，柳青湾便是北蛮3公主赵云。只需请女官查验她右耳后，真正的柳青湾右耳后有一颗朱砂点的红痣，她没有。陛下，臣女愿当场查验，若验出沈燕所生为虚，请陛下为臣女做主。沈燕，你说我耳后没有红痣，好，那就验。若验出来是你在说谎，你刚才说的拿沈家满门性命担保，你沈燕拿什么赔我？拿我的命。你的命？验出来是我冤枉你，我沈燕当场自刎谢罪。疯了！拿命赌！沈世子疯了！拿命赌这个，他到底是有多确定？好，沈世子果然有担当，那就请陛下派人验吧。清渊行得正，坐得直，不怕查验。启禀陛下，柳小姐右耳后有一颗红痣。是啊，有红痣，那沈世子岂不是？沈燕，你满意了？我自证了清白，
你说你拿什么赔我？你刚才亲口说的拿命赔，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你说到做到。沈世子这次确实过了，柳小姐毕竟是大家闺秀，被当众这样羞辱，还不快给柳小姐赔罪？赵云，你知道真正的柳青妖怕什么吗？她怕水，因为她5岁那年冬天掉进冰湖里，差点淹死。从那以后，她连浴桶都不敢多待，更别说去湖上泛舟。柳家上下都知道，小姐怕水怕得要命。你呢？你入京3年，每年夏天都去城外碧丸湖泛舟。柳家下人都说小姐胆子真大，在湖心船上一待就是1下午。你很喜欢水，不是吗？因为北蛮草原上缺水，你从小就爱水。还有，真正的柳青君右耳后的红痣不是天生的，是他3岁那年他娘亲手用朱砂给他点上去的。因为当地风俗，点了朱砂痣的孩子不会落水，那颗痣遇水会化。你刚才让女官摸到的，是你自己用胭脂点的。你以为做了万全准备就能蒙混过关，可惜你的准备做得太充分了，充分的不像一个无辜的人。一个真正清白的人，不需要提前在耳后点一颗红痣。那是天生的。天生的朱砂痣，遇水不会化。你的呢？再验，仔细验，用织布。别碰我！他的脸是假，北蛮人，真是北蛮人！他的脸，他是假的！快拿下他，护驾！沈燕，你倒是比我想象中聪明。陛下，臣不知，臣真的不知道她是北蛮公主，臣是被她骗了，从头到尾都是她在蒙蔽臣。韩征，你现在撇清，不觉得晚了吗？你闭嘴！我与北蛮毫无瓜葛，是你化作柳青元接近我。毫无瓜葛，韩征啊韩征，你翻脸的速度比草原上的野狗还快。当初是谁跪在我面说恨透了沈家的尸首？每次沈燕替他请功，他都觉得像在被打耳光。是谁说，总有一天要让沈家所有人跪在他脚下？要我重复一遍你当时的余话吗？你胡说，我没有，那些话都是你说的。我胡说？你书房暗格里那封写给我父王的信，白纸黑字，你的笔记，你的私印。我没有写过那样的信，那是你栽赃的。你以为只有沈燕会留证据？我手里有你3年来所有往来密信。从第1封，你说你想取代沈燕执掌北境军，到最后一封，你说时机已到可以动手，每一封都在我手里。你要不要我一封一封念给陛下听？你从一开始就在算计我。我们彼此彼此。你说沈家在利用你，那你又是什么好东西？你不过是想借北蛮的刀砍掉沈家的头，自己再踩着北蛮的尸体往上爬。韩征，你以为你在利用我？我3年前就看透了你这点小心思。你这种人在沈家面前装忠，在北蛮面前装诚，在陛下面前装忠义，你什么时候露过真面目？恐怕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。你这个毒妇！够了！2个人都给朕闭嘴！来人，将韩征和赵云押入天牢。陛下，容臣问韩征一句话。他说什么，你就信什么。难道不是吗？若不是你沈家心虚，为何要收养我？若不是你们亏欠我，为何要一路扶持我？你父亲每次见我都说争儿争气，他凭什么夸我争气？我的军功是我一刀一枪在战场上拼出来的，不是他沈家赏的。我韩征7岁入军营，12岁上战场，15岁砍下第1个北蛮兵的头颅，这些哪一样是沈家替我做的？可到了别人嘴里，全都成了沈家栽培的好。谁说过你的军功是施舍？所有人，营中将士、朝中同僚，就连陛下都说，
韩正不愧是审出来的，你听到了吗？我韩正的军功，到头来全成了沈家的功劳。我的命是沈家救的，所以我的血、我的汗、我的荣耀，全都属于沈家。凭什么？原来如此，沈家救你是错，养你是错，教你读书习武是错，替你请功封将是错。你们沈家，韩正，你不是被赵颖骗了，你只是需要一个恩将仇报的借口。你恨的不是沈家害你，沈家从未害过你。你恨的是自己今日拥有的一切都是沈家给的，这让你觉得自己像条摇尾乞怜的狗。你凭什么这样说我？你生下来什么都有，镇国公世子，沈家嫡子，你怎么会懂我的苦？我不懂，我也不想懂，但我知道一件事：狗尚且知道护主，你连狗都不如。有刺客保护陛下！护驾！护驾！沈世子，舍得杀我吗？你以为我不敢？你敢，但你舍不得北境百姓的命。北境不防，还有一半在我手里。你现在杀我，北蛮立刻挥兵南下。到那时，边境数十万百姓都是你沈燕害死的。你沈家不是最重忠义吗？拿几十万百姓的命来换我一个，你舍得？封锁京城，所有城门全部关闭，搜，掘地3尺也要把这2个逆贼找出来。世子，他们往北逃了，要不要追？不用追，他们会去北境，就像我预料的那样。那我们现在收拢所有证据，拟一份完整的案情呈报给陛下，然后准备回北境。他们的戏唱完了，我的戏才刚开始。沈燕，你早知道，臣只是有所察觉。怎么察觉的？韩征这些年升得太快了。一个人升得太快，要么是真有惊世之才，要么是有人在背后拖着他。臣以前以为是沈家在拖，后来才发现，拖他的另有其人。北蛮，是。北蛮需要一个能进入大圣军中的棋子，需要一个能接触到边防图的人，需要在沈家身边埋一颗钉子。韩征每一条都符合。他是沈家义子，能接触核心军机。他野心勃勃，却不甘居于人下，容易被收买。更重要的是，没有人会怀疑他，因为他是沈家养大的。今日若非你提前布置，朕险些误信奸人。韩征在殿上那番表演，又是磕头又是哭诉，朕差点就信了。沈燕，你想要什么赏赐？臣不要赏赐，臣请回北境。回北境？韩征和赵因逃回北蛮后，必会以沈家边防有变为由，怂恿北蛮王出兵。他们需要一场战争来挽回自己的败局。你想如何？以沈家军为饵，诱北蛮入局。你想灭北蛮？不是想，是一定。北蛮不灭，北境永无宁日。好，朕给你30万兵马，够不够？10万足矣。10万？北蛮铁骑少说也有20万。沈燕，朕知道你恨，但别拿自己的命去赌。战场上兵不在多，在于谁先动手，在于在谁的地盘上打。北蛮骑兵在草原上所向披靡，但在断魂谷里，10万沈家军足矣。沈燕，你变了。朕记得你以前像一团火，烧得旺，也烧得急，现在像一把藏在鞘里的刀。人总会变，陛下。去吧，朕等你凯旋。大圣的北京，以后就交给你了。臣必不负陛下。
燕儿，你变了。父亲觉得哪里变了？眼神，以前你的眼神像一团火，烧得旺也烧得急。为父常常担心你那股冲劲儿会害了你，现在像一潭深水，看不见底。告诉为父发生了什么？父亲，如果孩儿说孩儿做过一个梦，什么梦？梦里沈家满门被斩，父亲您兄长、叔伯还有幼宁，全都死在断头台上，血把血都染红了。韩征站在人群外面看着，穿着崭新的官袍，腰间挂着沈家的虎符。赵云、柳青云站在他身边，穿着北蛮王族的赤金长袍。所以你从一开始就不信韩征？是。为什么不早说？如果3个月前孩儿说韩征会叛，说柳青游是北蛮公主，父亲会信吗？还是会觉得孩儿疑心太重，伤了义兄和未婚妻的心？当年在官道边捡到那个孩子，7岁，瘦得皮包骨头，跪在雪地里求路人给口吃的。为父看他可怜，心想救一条命也算积德，没想到养出一头白眼狼，15年养育之恩换来一刀。不是父亲的错，恶人作恶，不该怪救他的人心善。父亲当年若不救他，他早就冻死在雪地里。他多活了15年，不但不感恩，反而生了恨，这是他的问题，不是父亲的。你要回北境？是。此去凶险，北蛮铁骑不是吃素的。韩征又熟悉沈家军的步伐，正因为他熟悉，所以他才会上当。韩征最大的弱点就是太自负，他以为自己比任何人都了解沈家军，以为自己能预测我的每一步。这种人最容易掉进自己的经验里爬不出来。去吧，沈家军交给你。记住，你是沈家的儿子，北京30万将士在等你回去，为父在京城等你凯旋。哥哥，哥哥，等等我！慢点跑，别摔着。哥哥，你要走了吗？回北京。那什么时候回来？很快，等冬天过去就回来了。骗人！上次你也说很快，结果去了半年。哥哥，你是不是又要去打仗？我可听秦烈哥哥说了。秦烈跟你说了什么？他说北蛮那边不太平，哥哥打仗会受伤的，你能不能不去？不打仗，哥哥去管几个不听话的人，很快就回来。那你会受伤吗？不会，哥哥很厉害的，你不是说过吗？哥哥最厉害了。你的玉符绳子旧了，我给你编了新的，娘不在以后我给你编。虽然编的不好看，但我下次会编得更好的。好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哥哥要平安回来。一定。把府中护卫再加1倍。他身边任何时候都不能少于4个人，记住，任何时候。是。参见世子。都起来。世子，听说京城出事了，韩将军他……韩征叛了。叛了！韩将军，韩征他叛了！世子是不是搞错了？他可是老国公养大的。没有搞错，他勾结北蛮3公主赵云，伪造边防图，嫁祸镇国公府。阴谋败露后逃回北蛮。从今日起，韩征不再是大圣的将军，他是大圣的敌人，是沈家军的敌人。那个白眼狼，老国公当年就不该救他。那年冬天，要不是老国公把他从雪地里捡回来，他早就冻成冰棍了。15年啊！老子还教过他骑马。世子，你下令吧，我们去北蛮把他抓回来。对，把他抓回来，让他跪在老国公面前磕头。急什么？他会自己来的。韩征现在在北蛮王庭，正在说服北蛮王出兵。他告诉北蛮王，沈家军军心不稳，雁门关有机可乘。他放屁！沈家军什么时候不稳过？他说的不是真的，
但他相信是真的。他太自信了，他很快会带兵来的。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找他，而是等他来。这图是假的，7分真，3分假。真主让他相信，假处看阵列走进陷阱时绝对最冷。世子是想让韩征以为自己掌握了雁门关的破绽。韩征最了解沈家军，他用过沈家军的阵法，走过沈家军的防线，知道雁门关每一处岗哨的换防时间。普通诱饵骗不了他，但正因为他太了解，所以一旦他在图上看到了自己曾经隐隐听说过的东西，就会深信不疑。那里地势狭窄，两侧都是绝壁，易守难攻。韩征在北境多年，不会不知道。他怎么会走断魂谷？因为他会在这张图上看到，断魂谷后山有一条密道。密道？3年前我让人挖的，原本是为了在雪姬运送粮草，后来发现地势太险，就废弃了。入口藏在西侧岩壁后面，极其隐蔽。韩征在北境时，隐约听说过这条密道。有一次我无意中提过半句，当时他的眼神就不对了，但他从不知道具体位置。所以他在图上看到密道入口，就会以为验证了一个只有少数人知道的秘密，这就是自负的人的弱点。他们永远只信自己推理出来的东西。如果你直接告诉他，他反而会起疑；但如果你让他自己发现，他就会死心塌地的信。所以他会带兵走密道偷袭。而密道的出口，我已经替他们准备好了。这里四面绝壁，无处可逃。入口在岩壁后面，出口在谷底正中央，整条密道就是一个口袋。3万蛮骑骑在一条只能容2人并行的密道里，他们进来容易，出去插翅难飞。等他们全部进入谷底，封住入口和出口，不需要打，光是自相踩踏就能死一半。这就是大圣来的将军，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吧？细皮嫩肉的，还没我的刀重吧？听说是靠女人淘回来的。不是女人，是公主的裙底。你们怎么不服气？在我们这儿，你连条看门狗都不如。看门狗至少不会叛主。你在大圣叛了沈家，又在我们这儿想要封王，韩将军，谁知道你会不再叛用一次？够了，韩征。你说你能破雁门关，证据呢？满帐的将军都等着看你的本事。这是我从沈燕手中夺来的边防图，雁门关每一处岗哨、每一支驻军、每一轮换防时间，全都标注在上面。雁门关、断魂谷，这里标着一条密道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在沈家多年。有一次无意中听沈燕提起过，当时她不肯细说，只说了句断魂谷那条密道不能用了，我记住了。结合这张图，密道出口就在断魂谷西侧岩壁后面，出口直通雁门关内。沈家军主力都在关前防守，关后几乎空虚，只要从密道绕过去，烧了粮草，雁门关不战自破。好，我让父王给你3万骑兵。3万？3万怎么够？雁门关沈家军有10万。3万骑兵是我能调动的极限，你要更多，自己去跟我父王说。不过我建议你不要，我父王最近心情不好。好，3万就3万，3日之内，我必破雁门关。韩征，若胜，本王封你为北境王；若败，谢皇上，臣必不负皇上厚望。公主说什么？我说蠢货。
方30里就是断魂谷。传令，加快行军。将军，断魂谷地势狭窄，两侧都是绝壁，大军进去无法展开。若沈家军在谷中设伏，我们连掉头的空间都没有，是否绕行？设伏？沈家军以为我不敢走断魂谷，可他们不知道，我手里有他们不知道的东西。谷后密道可直开关内，此处防守空虚，正是奇袭雁城关最快的路。沈燕把重兵都压在关前，反而副处祭司翻身亮过，关后跟空城一样。等他发现我们从密道绕到背后，已经晚了。可是这地形确实太险了。你在教我打仗？属下不敢。那就闭嘴。沈燕，这一次，我要你跪在我面前。停！将军，这里地势太险了，若有人在两侧山壁上设伏，我们就是活兔子。沈家军的主力在雁门关正面，断魂谷这种地方，最多只有巡逻小队。等他们发现我们已经从密道绕到关后了。可是，不好，中计了！沈燕，韩征，喜欢我给你选的葬身地吗？你什么时候？那张图是真的，我亲眼看过，每一处标注都对的。不是真的，密道也是真的，只是密道的出口不是雁门关内。那出口在哪里？从黑风岭小街开始，你每一步都在我的局里。你以为你在布局？你只是在按我写的剧本走。撤！快撤！后军变前军，从入口退出去！不要乱！列阵！列阵！跟上！都跟上！沈燕，你竟敢算计我，用假图引我入谷，你卑鄙！你也配说卑鄙？你算计沈家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这2个字？我没错，是你们沈家欠我的，欠我尊严，欠我认可，欠我一个光明正大的出身。欠你什么？欠你一条命，欠你15年养育之恩，欠你将军之位。没有沈家，你们欠我尊严。我韩征不该活在别人的阴影下，我该站在最高处，让所有人都看到我不是沈家的狗。尊严是自己挣的，不是别人给的。你自己立不起来，就别怪别人看不起你。别动我，沈燕，别动我！给我一个理由。我知道北蛮粮草大营在哪儿，就在黑水河北岸，守军只有5000人，北面是沼泽地，他们以为没人能过去，防守最弱。我还知道赵云的秘密暗道，他从王庭到边境有一条直通密道，出口就在雁回岭西侧第3个山洞口，是我亲手画的图纸。密道里有3道暗门，每道暗门的机关我都知道。你看，我什么都可以告诉你，我对你还有用。北蛮的情报我全都知道，他们的兵力部署、将领名单、暗哨位置，我全能告诉你。真是条狗，为了活命，连北蛮也能卖。绑了。你下不了手，你下不了手，对不对？
阿姐，我就知道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下不了手。留着他，我要他亲眼看着北蛮亡国。亡国？你要灭北蛮？沈燕，你疯了！北蛮有20万铁骑，你疯了！你打不赢的。就算你赢了断魂谷这一仗，北蛮王庭还有15万大军，你会害死所有沈家军的。你刚才不是已经把粮草大营和密道都告诉我了吗？黑水河北岸5000守军，雁回岭密道3道暗门。多谢。沈燕，你算计我，你连我求饶都算进去了。沈燕，沈燕。王爷，韩真说的那些情报，粮草大营和密道，会不会又是陷阱？不会，他刚才说的应该是真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怕死。一个怕死的人，在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，顾不上撒谎。公主败了。你说什么？3万骑兵全军覆没，断魂谷中府无一生还。韩征呢？被沈燕生擒。废物！是陷阱，从头到尾都是陷阱。沈燕早就在断魂谷布好了口袋，就等韩恒往里面钻。密道的出口不是雁门关内，是谷底正中央。3万人挤在一条死胡同里，沈家军从2侧山壁上放箭，我们的人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。够了！赵云，这就是你推荐的人？3万骑兵全都死了，一个人都没有回来。我北蛮的儿郎全被你那个废物棋子带进了坟场。父王，你给我闭嘴！从今天起，不准你再插手军务。父王，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。沈家军下一步一定会来攻打王庭，他拿下了断魂谷，下一刀就是王庭。那就让他们来！我北蛮20万铁骑，还怕他一个沈燕不成？父王，沈燕此人深不可测，韩征每一步都被他算死了。从京城长街到断魂谷，他布了多大的一个局，此人不可轻敌。带下去！从京城开始，我就已经在他的局里了。他放我逃回来，不是抓不住我，是要我当带路党，把沈家军带到王庭。下一步，他的下一步是什么？起立！挡住他们！给我挡住他们！禁卫军呢？禁卫军在哪里？你怎么知道这里？你的好搭档告诉我的。黑水河粮草大营的位置，雁回岭密道的入口，3道暗门的机关，全都是他亲口说的。为了活命，他什么都肯说。韩征，他出卖了我，那个废物出卖了我，他为了活命把我也卖了。他为了活命，连北蛮都能卖，何况是你？沈世子，我们可以谈。北蛮虽然败了，但我在边境还有布置，我的亲信还控制着3座边城。你放我走，我把边城交给你，不费一兵一卒。布置？你说的是雁回岭那3个据点，已经没了。1个时辰前，我的人把那里端了，你的亲信全部归降。你还有别的话要说吗？沈燕，你知不知道我3年前第一次见你，心里想的是什么？不想知道。我在想，这个人太好骗了，他的眼睛太亮了，像草原上的星星。我当时就想，
我要亲手把那光掐灭，看着他眼里的星星一颗一颗暗下去。你知道把一个人的希望一寸一寸碾碎是什么感觉吗？这样可有意思了。你做到了，梦里你确实做到了。梦里？你说什么梦里？留他一命，带回京城。我要他和韩征一起，在天下人面前认罪。你不如让我死了，沈燕，给我一个痛快行吗？字太便宜了，你以为死是最难的事？不，活着面对自己造成的后果，才叫惩罚。沈世子回来了，北蛮彻底灭了。沈家军威武，镇北王千岁。王爷，听说你一刀砍了北蛮王的王旗。什么沈世子？大汉开国以来，才有几个义兄王？父亲，孩儿回来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父亲在担心什么？老夫没有担心，老夫只是风沙大，迷了眼。哥哥，不是让你在家等我吗？我忍不住嘛，我做了个噩梦，梦见哥哥在雪地里，我好害怕。是梦？指什么？哥哥，你有没有受伤？你答应过我不受伤的。没受伤。你不是在检查吗？检查到了吗？真的没有。真的？不信你再检查一遍。哼，那你为什么这么久才回来？你说冬天过去就回来，现在都快春天了，骗人！你上次明明说……哥哥错了，给你带了好东西赔罪。什么东西？北蛮王庭里找到的一块暖玉，好漂亮。冬天揣在怀里手不会冷，比你那个小手炉好用多了。是韩征，害死沈家，他可是沈家养大的。阿爷救我！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都是赵云，是那个毒妇骗我。他说郑国家害死我亲生父母，我现在一时糊涂。你想想，我7岁到沈家，从小跟着你长大，我怎么可能自己生出害沈家的心？赵云说你就信？我当时鬼迷心窍，他说的全是假的。阿静，我们是兄弟啊，我们从10岁就一起长大。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在雁门关那一刀差点砍断了你的脊骨，你养了3个月才好。你说兄弟就是用来挡刀的。阿成，你说过的，我到现在还记得。你说那句话的时候，嘴里还在吐血。记得，那道刀伤现在还在我背上，每到阴雨天就隐隐作痛。对，你记得，你替我挡过刀，说明你心里是有我这个兄弟的。阿爷，你再救我一次，最后一次，你求陛下饶我一命，把我发配边疆也行。那你记不记得，你后来是怎么对我的？我替你挡刀的时候，你已经在谋划怎么害沈家了，对吧？你躺在我身后的病床上，看着我替你流血，心里盘算的是怎么利用我的信任。韩征，你那时候在想什么？是不是在想沈燕真是个傻子？不是那样的，我当时是真的感激你。韩征，你也配提兄弟2个字？我知道错了，我愿意回沈家做牛做马，我给郑国公磕头，我给幼卿赔罪。阿爷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以后给你当狗都行，你让我咬谁我就咬谁。当狗？狗不咬主人。不要了，我再也不要了，我发誓，我拿我死去的娘发誓。你娘7岁那年就去世了，你连她长什么样都不记得，你拿她发誓？赵云那套说辞漏洞百出，他说我父亲害死你亲生父母，你查过吗？但凡你去查一下，你就能发现全是谎言。你父母的死跟我父亲没有半点关系，你父亲是病死，你母亲产死的。当时我父亲还在北境打仗，这些事查一查就知道了。你没查，因为你根本不在乎真假，你只需要一个背叛沈家的理由，一个能让自己心安理得的理由。从小到大，你每一次升官，每次受伤，心里想的不是感激，而是恨。你恨这些是沈家给的，你恨自己欠了沈家的。
你觉得欠别人是一种屈辱？只要沈家不存在了，你就不欠任何人。不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韩正，梦里我就信错了你，这一次我不会再错。梦里？你说什么梦里？什么梦里？你从刚才就一直说梦里的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沈燕，你回来！你把话说清楚！你回来！哎呀，沈燕，你回来！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是你义兄啊！这时候知道喊兄弟了？还是说过兄弟就是用来挡刀的，沈燕。王爷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您替他挡过一刀。挡过，雁门关外那一刀差点砍断我的脊骨。挡刀的人是我，害沈家的人是他。秦烈，有些账不能因为过去的恩就算清了，恩是恩，仇是仇。我欠他的，我用脊骨上的疤还了；他欠沈家的，用他自己的命还。韩正，你真可怜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可真可怜，到现在还以为自己是被我骗的。我不过随口编了个故事，你亲生父母是被郑国公害死的。这么拙劣的谎言，你连查都不查就信了。我那天只是试探一下，没想你当场就红了眼眶。那是因为你想信，你早就在等一个借口，等一个能让你理直气壮背叛沈家的借口。我给了你这个借口，你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了。然后你现在说你是被骗的，韩正，你别自欺欺人了。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自己。闭嘴！你这个毒妇！如果不是你，你就是一条狗，在沈家脚边摇尾袒怜，到了北蛮又跪在我父王面前求官。你对我父王说愿为北蛮前驱，对我父王磕了3个响头，那副谄媚的样子跟现在跪在沈燕脚边一模一样。最后为了活命还出卖北蛮布防。韩征，你这辈子什么时候像过一个人？在北蛮当狗，在大圣当狗，在哪里都是狗，区别只是在沈家你是条被善待的狗，在北蛮你是条被嫌弃的狗，现在你是条快死的狗。贱人！我要杀了你！沈燕，你赢了，但你也别得意。北蛮虽然亡了，可大圣边境上不止北蛮一个敌人，你能防住一个，防得住所有吗？西域的铁甲，南疆的剑，东海的战船，你沈燕一个人能挡多少？你这一辈子就在边境上仗打到死了。罪臣韩征私养死士12名，勾结北蛮公主赵运，伪造边防图，设计假节陷害郑国公府，污蔑忠良，引北蛮入侵大圣。罪女赵云，北蛮王族，潜入京城，冒充大圣闺秀柳青莹，窃取军情，挑拨大圣将领叛国，参与陷害镇国公府。2人罪状共37成，条条属实，铁证如山。涉案从犯共64人，已全部缉拿归案。韩征、赵云，你们2人可认罪？臣认罪，所有罪行臣都认。认什么？成王败寇罢了。沈燕，你不过是赢了一局。你以为你赢了这一局就天下太平了？我告诉你，北蛮虽然亡了，可西域、南疆、东海、大圣4面8方全是敌人。你今天灭了我北蛮，明天西域就会趁虚而入。你沈燕能打一辈子仗吗？等你老了，打不动了。你北蛮亡了，100年北蛮从此从版图上消失，你的王族沦为阶下囚，你的子民编入大圣户籍，你的野心全都化成了灰。你不再是公子，你只是一条3公主赵云，从今天起不存在。镇国公府世代忠良，护国有功，此次平定北蛮沈家功在社稷。朕今日昭告天下，镇国公沈家忠烈满门，清白无瑕，前所诬陷尽皆洗清。今加封镇国公沈烈为护国公，10亿万户。沈燕封镇北王，掌北境30万兵马，赐丹书铁券，世袭罔替。臣谢陛下隆恩。沈燕，北境以后就交给你了。不给你更多的赏赐，因为北境就是最大的赏赐，也是最重的担子。臣必不负大圣。北京在，沈家军在，北京若失，臣提头来见。朕这辈子信错过很多人，但你，朕不会信错。这个人太坏了，居然勾结北蛮祸害我们，让他给沈家赔罪。他欠沈家那么多，居然还要这样子做，给倒在北境的将士赔罪吧。沈燕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听我说句话。阿燕，你想想我娘临死前把我托付给你父亲，他拉着你父亲的手说照顾这个孩子，你父亲答应过的，你父亲亲口答应过的。
我不想死，阿爷，我不想死，求你了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，流放、从军，关一辈子怎么都行，只要别杀我。梦里沈家满门也不想死，我父亲不想，我那些叔伯族人都不想。我父亲临行前说，沈家男儿死也要站着死。你呢？你连跪都跪不稳。梦里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梦里，什么梦里？沈爷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你不必懂。等，沈爷，你回来，你把话说清楚，你回来！王爷，结束了。不，这只是开始。北京要重建，边防要重整，北蛮残边还有的是仗要打。你该歇一下了，你已经2天2夜没合眼了。等事情做完再行。吃吧，最后一顿了，吃了好上路。韩恒死了，都结束了，刚办的事儿，哭着喊着求饶，磕头磕的站都站不稳，到最后也没落个好，丢人现眼。废物到死都是废物。在北蛮的时候，他跪在我父王面前求官，那个谄媚的样子我就知道，这个人成不了大事。他有野心，却没有支撑野心的骨头。你也快了，明天午时就是你的好日子。明天？你假冒柳家小姐，牵连了多少无辜？真正的柳小姐3年前被你害了，到现在都没找到，你还给镇北王加料，那香囊里的香只是第一步，你做的这些事，这样对你都算轻的。哼！沈烟，你比我还狠。再拿2颗石子来，要大一点的，做眼睛。父亲在干什么？姑娘稍等。看幼宁堆雪人，像你娘，你娘也爱堆雪人。每年第1场雪，她都拉着你们几个在院子里疯。我说别冻着了，沈家的孩子哪儿那么娇气？有一年，她堆了个比你爹还高的雪人，得意了好几天。后来太阳一出来，雪人化了，她还难过了半天。燕儿，你长大了，你娘若还在，会为你骄傲的。她临终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，说你性子太直，容易吃亏。燕儿这孩子心太软，她要是看到你现在的样子，应该就放心了。为父这些年做过很多错事，收养韩征是最大的一件。但你说的对，恶人作恶，不该怪救他的人心善。一个人若存了害人的心，别人对他再好也没用。为父以前不懂这个道理，总想着以德报怨。现在懂了，何以报德？父亲想通了。想通了，所以为父要谢谢你。沈家交到你手里，为父放心了。哥哥，你看我的雪人，我堆好了。看到了，冷不冷？不冷。哥哥，你这次回来要待多久？很久。真的？不会又骗我吧？真的。北京最近太平了，我可以在京城多住些日子。那你要带我出去玩，你上次答应带我去城外放纸鸢的，你说等春天就去，现在是春天了。好，明天就去。明天就去？明天就去。秦力哥哥，我哥答应明天带我去放纸鸢，你作证。好，我作证。王爷要是反悔，我替你去把他拉到城外去。王爷，北境军报，传令下去，3年内重修雁门关城墙，加固断魂谷防线，收拢北蛮残部，愿降者编入大圣户籍，作乱者格杀勿论。从北京各州调粮草，今年冬天之前，要保证边境百姓家家有粮，户户有暖。是。哥哥，以后我们家是不是再也不会出事了？不会了，有哥哥在，谁也动不了沈家。你以后只管堆雪人、放纸鸢，读你想读的书，其他的事交给哥哥。拉钩。